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指尖炼金术实验室，我是 GYQ。我们继续这款雾海琉璃的钩织教学，拿出织片，用剪刀把已经藏过的线头处理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用到的是直径为 0.25 毫米的铜线，直径在 0.25 到 0.3 毫米的铜线其实都是可以的，但如果太粗的话，耳饰的重量相对也会更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铜线对耳饰的外圈进行固定，找到线头，穿过针目，我们需要用铜丝每隔3-4个针目或者4-5个针目的情况下进行一个穿插，这样耳饰的造型就会比较挺阔。就这样隔几个针目，铜丝就穿插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把铜丝弄平整了。差不多来到起始针的这个针目，我们还是穿过同一个针目，然后把铜线整理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织片的外圈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接下来把铜线剪断，把2根铜线的线头扭结在一起。好，用这个扭结在一起的铜线把线头固定一下。像这样2根距离比较近的线呢是一个环，所以我们可以把铜丝穿过环与环之间的缝隙的方式来固定这个毛线的线头。我们就把基础的定型工作做好了，把多余的线头剪掉。接下来拿出手混线，我们来钩织第5圈。由于手混线比较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是 3.0 的钩针。接下来的针法就是我们要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好，把线拿出来，找到线头，起针的位置就是之前钩的3个锁针边上的针目。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正反面，这是要面对我们钩织的一面，这边有凸起花样的是要背对我们钩织的一面。首先钩针穿过针目，还是绕线捏好，大概留4厘米左右的线头，然后钩针绕线带出一个线圈。手混线的问题就是它是有好几根线混在一起的，同时呢它又有很多这种细碎的绒毛。那为了让耳饰更加的蓬松，我们在钩织的时候每带出一个线圈都需要额外的处理一下绒毛，虽然繁琐一点，但这恰好也是手作的意义所在。好，钩针带出一个线圈以后锁一针，钩针绕线带出线圈，把这个线圈拉出来，把毛揪出来，再收紧线圈。那么这个时候线圈外面的绒毛就是比较蓬松的，它不会被卷到这个线圈里边。接下来这一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隔2根线也就是一个环，穿过下一个针目，还是把线头压在钩针的上面藏线，然后带出一个线圈。大家看一下，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毛是会被卷在线圈里面的，所以每一针我们都需要做绒毛的整理。带出线圈，拉长线圈整理绒毛，再拉紧线圈。趁着现在刚开始，我们找到第一个针目做一个记号。好，大家继续钩织完剩余的短针针目。好，我们已经钩完最后一个针目，接下来我们要跟第一个针目进行引拔。找到记号扣所在的位置，拿掉记号扣，钩针直接穿过第一个针目，钩针绕线带出线圈，引拔完成。继续整理绒毛，锁一针，拉紧线圈，留4-5厘米的线头断线。接下来把线头藏一下，翻转织片，
直接用3.0的钩针带线穿过隔壁的针目。整理一下绒毛，钩针穿过下一个针目，绕线带出线头。整理一下，按照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线头藏完即可。好，差不多这样的位置就可以了。多余的线头稍微剪短一点，留下的长度要跟其他绒毛的长度差不多。好，这样耳饰的主体部分就钩织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钩织耳饰耳托的部分。其实它的钩织方式和花心的部分是一样的，只不过花心部分我们用的是织片的反面，而耳托我们后边要用到的是织片的正面。那我们开始吧。我们还是用刚才用过的蓝色的毛线以及2.0的钩针，绕线，摁住交叉点，用钩针穿过上面的线，从下面的线带出一个线圈，钩针绕线锁一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圆环上钩织6个短针。好，6个短针钩织完成，拉紧线圈，收紧钩针上的线圈。在第一个针目上进行引拔，稍微调整一下收紧，锁一针。接下来的第2圈我们还是要钩织6个短针加针。注意起针的位置不是在起立针所在的针目上，而是在起立针之后的这个针目上。钩法和之前花心的部分一样，我就不重复演示了。6个短针加针钩织完成，但是接下来的引拔和之前的不一样，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个无痕引拔。首先把线圈稍微拉出来点，留大概10厘米左右的长度，拿掉记号扣。接下来我们会用到大头针，把线头穿过大头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找到第2圈的第1个针目，大头针挑起2根辫子，把线穿过针目。好，先把这个线头处理一下，接着翻转织片，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针目的位置，挑起1根辫子，从上往下穿过针目，把线拉出，慢慢收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辫子。大家看一下，这种引拔是没有痕迹的，织片整体看起来就会比较流畅。然后我们把线藏一下，整理一下，断线，耳托就钩织完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正面，这边是反面。等会儿我们要在反面的位置使用胶水把耳钉固定一下，拿出之前准备好的耳钉配件，这是真式的 S925 镀银耳钉，这是硅胶包银的耳堵。这种耳堵因为有硅胶在外层包裹着，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柔软舒适。接下来我们用胶水先在织片的背面抹上，范围不要太大，抹中间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拿起耳钉，在它的平面上也抹上胶水，然后我们把耳钉和这个耳托的反面进行一个粘连，持续摁住大概30秒钟。OK， 这是我们的耳堵，可以先把它插在耳钉上，避免丢失。耳托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耳托和耳饰主体进行连接，我们会用到这些小工具。这是一个开圈戒指，先把它戴在大拇指上，
还会用到这种带齿的尖头的钳子，我们需要用它来把这些开口圈的口打开。等会儿闭合的时候，我们同样会需要用到它们。先用钳子夹住这个直径为8毫米的开口圈，然后把这个开口圈放在戒指的缝隙里面，把它固定好，轻轻使劲儿，这个圈就打开了。好，把另外一个圈也打开。我们会用到2种开口圈，这是直径为5毫米的开口圈。这个小圈的话，它比较细软，我们只需要用手就可以把它打开。接下来我们找到3个锁针对应的针目，也就是我们最后引拔针所在的位置。我们拿起较大的这个开口圈，因为毛比较多，所以我们不容易找到针目，那我们就找到微微凸起的这个位置，用开口圈挑起一个针目，也就是2根辫子，这样呢，这个开口圈就挂在最后的这个针目上了。然后我们拿起9字针，把9字针穿过开口圈，用刚才的钳子把开口圈进行闭合，夹住，把开口圈放在戒指里面，闭合，这样呢，这个开口圈就闭合完成了。然后我们把它转一下，把闭口藏到线里面，这样呢更美观也更稳固。然后我们把这颗蓝水晶珠子穿进这个9字针里面。接下来我们用到的是这种圆嘴钳，这个钳子它的头是比较圆润的，这样比较容易做圆形的造型。捏住9字针的针头，然后我们就绕着这个钳子给它使劲儿转一圈，转完之后松开。我们可以看见这儿已经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儿，但是我们还需要捏住9字针，用这个大拇指顶住需要造型的位置，轻轻地推一下，再用钳子夹住整个外部收拢，头部的位置就弄好了。接下来我们拿出小的这个开口圈，把它穿过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小孔，然后拿出我们刚才已经粘好耳钉的耳托，我们找到其中的一个短针针目，一次性穿过2根线，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针目。穿过来以后，再把圈闭合上，用钳子稍微调整一下。好，闭合上以后呢，我们还是把闭口藏在耳托的线里面。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步，就是用这种软毛牙刷把耳饰正面和反面的绒毛都梳理一遍。好了，雾海琉璃就制作完成了。